我们先开始讲吧。对，首先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这样一个会议。然后今天的会议的话，大概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 Web3的一些思考，然后第二部分会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BSN 的生态跟武汉链的相关内容。然后今天是一个很随意的分享啊，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那个聊天窗那里去写自己的问题，或者直接去提示我，就写个一说，想直接语音沟通都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我也不全屏了，因为我全屏我就看不到那个聊天窗口了，所以整体就是说，假如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交流讨论的话，都随时可以在聊天窗就一个提问题，或者说想语音话就跟我讲就 OK 了。对，然后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想做这样一个分享吧。其实这一两个星期的话，我是挺有一些感想跟触动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就这一两个星期疫情的事情嘛，就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我这周也发了一篇，就唯一的，就以前我从来都不会转发跟这些相关的一个内容的，我也转发了一篇说希望能够取消全民核酸的这样一个文章。然后大家也可以知道，比如像我是在广州的，很魔幻的，过了2天就开始逐渐有这样一个开放了。有给我的一个触动，就感觉其实，假如我们能够把一些人能够聚起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能够产生的力量其实很大的。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后面的一个分享，逐渐把我的一些想法跟大家一起多沟通交流，看以后有没有可能一起去做一些事情。这是我的整体的一个为什么要分享的这样一个出发点跟目的。然后这里我看了一下，有些是我的认识的朋友啊，当然好像有一些是我的一些新朋友，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对，我是梁敏宏，然后我是16年开始正式做区块链相关行业的，之前在迅雷、美图、腾讯以及广发银行都有工作过，无论是联盟链的项目还是公链的项目，我都有做过。所以我一直都是很相信这样一个趋势，是很认可这个趋势的，所以一直都是做这一块的内容。对，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行，那么我就正式开始了。对，然后今天的一个分享的话，大概会有分这几块。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 Web3的一个本质，然后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公共 ID 基础设施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后面会分享一下我对未来 Web3应用的一些思考的内容，最后就快速过一下 BSN 武汉链，然后以及去给大家演示一下使用这样一个武汉链的一个基本流程是怎么样的，很快的过一下就 OK 了。对，行，那么就正式开始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eb3的一个本质。这部分内容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或多或少，假如在网上去搜一些 Web3相关的一些资料跟网页，都能够得到我这个页面里面写的一些内容的。大家一般认可的一个主流观点就是认为，自从1989年伯纳斯里提出了那个互联网万维网之后，然后这是一个 Web1的一个正式开始。然后 Web1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只是一个静态的一个页面，就只是能够做一个信息展示的。如果大家有十几年前或20几年前有看过早期的国内的3大门户的网站，或者是非常早期的一个博客，大家就能够应该还记得当时的网页都是只能看，我们不能写任何数据，不能提交任何数据，仅仅只是一个信息展示。当然，你这是网页的拥有者，当然是可以改数据了。但如果只是普通的一个用户想看这个网页，它仅仅是只能看的。那么这就是 Web1的这样一个特点。然后 Web2，大家现在就身处 Web2的一个时代，这个常用的 App 都不用讲了，无论是 BAT 的、美团、京东的，这是典型的 Web2的这样一个应用。它的特点就是除了有 Web1的可读之外，它还可写，因为我们是可以去跟各个用户以及跟平台进行交互的。我们比如说可以发帖子、发评论，我们可以发视频，各种各样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些网站跟 App 上面去自由的进行一个交互的。那这就是一个 Web2的这样一个特质。
然后 Web3的话，主流的观点现在认为的话，都是说，除了可读跟可写，最核心的一个点是数据是可控的，也就是说，用户是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一个数据所有权的，无论是自己的用户信息还是资产信息，是真正由用户来去掌控的。然后下面这句话就是说，有了这样一个时代的话，以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是归用户所有，这会是一个更加开放公平的这样一个网络。我刚才讲了一些观点，大家都可以基本上能够在目前看到的一些页面或者是网站上面都能够找得到。但是我觉得人与人最大差别其实是我们有不同的视野，以及我们有自己思辨能力。那这是网络上的观点，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自己要去思考一下、分析一下呢？刚才提到了 Web3，现在提的最多的就是说强调的是用户的一个数据可控。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下，怎么样才算是用户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数据呢？所以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那怎么样才算是用户能够掌控自己数据？我这里列了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认为用户应该是可以自由的访问自己的用户数据，就一切数据的，并且这些数据的话是没办法被平台方能够随意修改或者是删除，除非获得用户的授权。然后我不确定今天的一个参会的一个朋友是不是都是技术这块啊？假如是非技术的话，我可能稍微花一两句话简单解释一下现在一个应用的一个模型。我们现在无论是用的 App 还是打开网站，从本质上它的一个后台的一个逻辑模型，其实就很类似打电话。我们拨一个号打给一个人，这个人你就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网站或者是某个公司，它是有相应的一个数据中心的。我们打电话，那个人传过来的是一个语音信息，然后如果是网站或者是 App 应用的话，那么平台方或公司方传过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文字跟图片跟音频信息，所以我们就能看到的。所以基本上这个逻辑是有点类似打电话的。那么所以，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发现，那如果是 Web2的这样一个可读可写的话，我们的数据实际上都是存储在平台方的或者是公司方的。所以从技术上或理论上的话，假如平台方想要去改或者是删的话，我们用户实际上是没办法的，是控制不了的。所以这是这样一个特点。那如果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也就是现在主流的一个讲法，就是说，那我们就不要把那个数据能够存在那个平台方，我们希望能够把用户数据存在一个第三方的去中心化的、具有广泛共识的这样一个区块链网络上面。然后区块链的网络因为有这两个特点嘛，就是那个防篡改跟可追溯嘛。这里我也稍微再讲多两句，因为假如是一些非技术同学，我也稍微能够希望尽可能大能够理解一下。就是说，区块链最核心的两个点其实就是这里写的，比如说防篡改。防篡改原理从本质上来讲，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一个方块嘛，每个方块你可以列成就是一个个的服务器或者节点。那相应的数据的话，假如用户有的数据它不只存在一个地方，是各个地方都有的。那么，假如平台方或是假如某些人只改了一个方块或是一个服务器的数据，从整体上的话，它并不能够代表已经全部改了，除非你有权限能够把全部节点都改了，那可能那个数据才算真正是被改。然后可追溯的话，这里又要稍微再花多一两句解释一下区块链这个词，因为区块链其实它本质上就是很类似银行的一个记账账本。然后银行这样账本，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个本子记账，是不是翻到一页一页的嘛？所以从区块链它存储数据的时候，那么它那个存储的一个特性化，就更多就像是一页账本就是一个区块，然后连着一个区块，连着一个区块这样连过去。那这是区块链的最核心的一个特点，我这也稍微解释一下。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假如用户能够掌控自己数据，它是能够自由访问的。因为我们存在区块上面是只有用户才能够真正有权限能够访问到的，所以用户想要去查询也好，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也好，都是 OK 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户，我认为用户是能够自由的选择
数据存储和服务的。我这里是简单的用一个小工具做一个页面例子。那怎么理解呢？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假如用 App 应用或者用服务网站，大家一定会有看到过，它是不是有一个小框框，打个勾，写着数据隐私协议。我现在要采集你的什么什么数据，什么什么数据，然后你一大堆的很长的这样一个 terms 一个条文去告诉你的。它为什么写那么多的一个点？因为现在默认所有的数据都是存储在平台方的，无论是微信、百度、京东，所有的数据都存在他们那边。那么既然数据存储在他们那边去，他们是有责任去保管好你的数据，不会被别人随便去访问或者读取的。那所以就是默认，也就像是我们数据就是只存储在平台方了。那么我认为以后的真正的 Web3应用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让用户说去选择，除了存储在这个，等一下我稍微让你静音一下先，OK 可以了。对，除了能够存储在那个平台方之外，它还能够自由的去让用户去存储自己想要存储的地方。我这里列了，比如说你可以存储在一些普通的单一的云厂商上面，无论阿里、腾讯或华为等等这样云厂商，你也可以把自己数据存储在自己自定义的想要的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云存储服务，或者是叫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存储基础设施嘛，这都是 OK 的，然后都是让用户能够自由去选择的。然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我认为的话就是用户是应该能够自由授权其他平台方去访问自己的数据的。我自己也用一个小工具做了这样一个页面，就比如说，假设一个用户他在平台 A 已经注册信息了嘛，那么他是能够授权给平台 B 去访问自己数据的。那怎么访问呢？因为他的数据存储在一个第三方的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服务里面嘛，所以他只需要选择，你这个数据到底存储在哪里的啊？选了你的那个服务，然后再选择你能够允许我访问你的什么样的数据啊，然后点点，然后就 OK 了。然后提到这一点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或想法，哎，授权这块貌似 Web2也能够做啊。比如说我们像那个微信授权或者支付宝授权，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像，比如说一些平台或应用，它是需要你去授权微信的一个获取微信用户名啊、昵称啊，或者支付宝一些信息的。那么貌似好像 Web2也是能够做这授权啊，那跟 Web3的这个能够自由的授权有什么区别呢？我这里的话有就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我认为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是这样的。左边的话是你可以理解成是现在 Web2形态下的这样一个授权的模式。比如说这是微信，然后有很多平台方，它确实是能够提交授权所访问相应用户的一个信息的。你只要使用它相应的接口，就能够获取到用户信息的。那同理，像支付宝、抖音、百度都是 OK 的。那区别在哪里，或者是一个核心点在哪里？就在这个打岔的地方。没错，确实平台方是能够拿到这样微信的用户授权，但如果你想要这些大平台能够实现互通或授权，这个就不是技术问题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商业上的问题。对于一些跟他没有竞争关系，或者是就不会对他造成威胁的，他是有这个心态去开放给各大平台去用的。但如果是可能会产生有一些商业的竞争或者是一个威胁的话，那它一定就不会去开放了。像我们一定都还记得，像当年微信跟支付宝，比如说传过去，当然为了那个红包那个事情嘛，就开始屏蔽各种屏蔽，以及像微信跟抖音。大家应该也知道，就不能直接很方便的直接去分享跟传输，它都会有屏蔽的嘛。因为一旦涉及到商业利益，它就不会说那么就能够完全的给你开放出来去做这个事情了。所以这现在 Web2的应用，就大部分跟它没有竞争利益关系的，它可能是能够授权；但如果是有竞争利益关系的话，可能就不会授权的。这是 Web2的一个情况。那 Web3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这也列了，假如是 Web3应用的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访问数据或一个授权逻辑。Web3应用一个非常重要入口就是钱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是之前对区块链或 Web3不是很了解的话，是
最好希望大家也体验一下这个钱包这个特性。钱包的特性你可以列成它就像是有了一个凭证，因为它实际上会涉及到公司钥，我这也不想讲公司钥的具体的原理。如果不是很了解技术的话，可以列成这个钱包就是拿一个凭证，这个凭证就跟你在各大平台用的那个用户名密码是类似的。只不过的话，你如果是每个平台，因为他们都会有自己账号，所以全部注册一遍。但在 Web3里面的话，你只需要有一个钱包。假设你喜欢用一个地址去管理所有的应用，那就有一个地址。当然，你也可以用你可以每个应用用一个地址，这都是 OK 的。但真正去到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在钱包里面会有一个地址。地址概念的话，你可以列成就是一个凭证就好了。所以它首先会有用户的钱包有凭证，是能够访问到各应用的。那目前到这个，像我这里列了这3个是我选了3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 Web3的一个应用啊。这个 Meet 就是一个内容发布平台，基本上是能够很多一些 Web3的经典的模式都在罗列里面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假如之前没听过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ENS 就是一个域名服务了，是跟我们现在 WebR 的那个域名服务是有点类似的，但会有一些差异。然后 OpenSea 就是可能大家或多或少有可能会听说过，就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 NFT 的这样一个市场 market。那么单纯从这个应用来看的话，跟我们看到的 WebR 应用，我们直观感受其实并没有任何区别的，因为我们打开这个应用，还是通过同样的浏览器去打开，还是要通过相应的 Web 的或者是别的一个界面方式打开，感觉貌似也跟 Web2 没什么差别。真正最核心最大的一个差别，其实就是在这一层，这是它的核心差别。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 OpenSea，你 OpenSea 它不是可以去发行一些 NFT 嘛？不知道大家，我就假设大家都能够明白这 NFT 是一个什么概念的。但它发 NFT 的时候的话，它其实是既可以在以太坊上面去发，也可以在 Polygon 上面去发，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以及它那个真正 NFT 对应的那个图片啊或者内容存储，它也不是自己存储的，它还存储在另外的去中心化的一个文件系统，像比较经典就是 IPFS。那同理的，像 Miller 也是，它可能一些真正的一些交易记录或等等一些合约的应用，它还使用以太坊上面服务。那一些文件存储，它可能就用 Avir 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文件存的服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Web3跟 Web2的应用最大的一个区别，其实在这个数据中心这里。Web2 应用所有的数据基本上都会存在它自己平台方管理的数据中心上面，每个应用都是这样去做的。那 Web3的话，当然你 min 了 OpenSea，它自己一定也有自己的一个数据中心，这毫无疑问的，因为它要管理一些比如说你那个平台的一些内容嘛，一些内容它一定是需要去做数据中心的。但涉及到用户一些核心信息的时候，它就不是存储在自己的一个平台的数据中心上面，而是存储在其实这也就是常见的我们的公链的 Web 应用的这些基础设施上面。然后这些基础设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以太坊，它并不是只属于 Miner，也不是属于 ENS，也不是属于 OpenSea，它其实后面是会有很多个个人或者组织跟主体去构成的这样一个区块链网络的。那同理，这个 IPFS 跟 Polygon 也是类似的，所以你可以列成 Web3跟 Web2最大应用就是它除了有自己保存一些可能自己能够管得着的数据，在数据中心会保存一些数据之外，它会大量的运用一些公共的用户的信息的这种数据中心去做一些内容的事情。那有了这个公共数据中心，它能够有什么用呢？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两点，比如刚才说的，能够存储自己服务。那比如像 OpenSea，它确实是能够自由的选择自己的服务。你可以选择在这个以太坊上面发，也可以选择在 Polygon 上面发。你在这个上面发那单数就存在这个去中心化网络啊，你在这个发单就存在这个网络上面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户能够自由授权其他平台访问数据。这里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由授权？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数据存储在平台方的，我们并没有真正能够掌控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假如哪一天我就想说，我就想在支付宝里面能够很方便收到我所有的微信好友，然后找出某个好友给他发1块钱，那这个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首先单纯无论从技术还是商业竞争，它都是不允许，因为数据你根本就没自己掌控得到。但这种模式就不同了。
因为数据上实际上并不是存在他们 Miller 或者是 OpenSea 的数据中心，最核心数据是存留在一个公共的基础设施上面的。那么，比如说 Miller 要访问，假设 OpenSea 真的想访问 Miller 的一个用户的存在 Miller 上面的某些应用的话，他也不需要问 Miller，他只需要从这个网络上面经过用户授权，他就能够访问得到了。也就是从访问跟授权角度的话，它一定是可实现的。也就是说，从某个意义上，这个相应的数据授权的一个权利，就真正回到了用户，而不是由平台决定了。现在的 Web2，我们是不能决定说我要把，就算我想把我数据开放给，比如说我就跟微信说，哎，我想把我微信的数据全部的好友跟聊天记录我都开放给支付宝，那微信不会给你这样去做，因为你数据根本不是这样这样去存储跟实现的，对。然后这里我也可以再讲讲另外一个小案例，就是我这里有一个小图标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12年前的话，就3Q 大战，假如大家都那个年代应该都非常清楚的。就10年的时候，就360跟 QQ，就腾讯 QQ 嘛，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这样一个竞争嘛。这个事情大概就是说后面会越演越烈。然后其中有一个点的话是这样去提的，然后当时腾讯马化腾也提到了，他说腾讯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候了。然后他是怎么讲啊？他还提到说，因为当时360它是能够破解了 QQ 的，他认为能够破解了 QQ 所有的存储在 PC 电脑本地的用户数据，然后能够把用户所有的关系网跟一些信息聊天记录都迁移到360上面去。那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基本上腾讯的最核心的一个壁垒可能就没有了。我们可以想想，这么那个，为什么这么多年呢，有超无数多的这样一个挑战的想挑战腾讯的地位，貌似都完全挑不动。一个最核心的点，就是因为它有了我们的这样一个网络，用户的每个人的这样一个用户关系跟信息网络，然后这些数据化是由腾讯来去这样控制跟去存储的。我们不能决定我的数据开放给哪一个平台或者是其他平台，哪怕我是想让它去开放，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个这样一个思考，我们试着想一下，假设当年已经有了这样一个 Web3的这样一个思想，大家都非常认可，认为我们的数据其实是属于我的，那么只要我同意360想要去获取我的数据，我让你去迁移，但是我同意了。那假设真的是360能够把相应很多的腾讯当年的一个用户关系速度迁移过来之后，那你觉得12年之后，我们这样一个互联网的局面，假设真的能够这样做，大家会觉得是一个更好，还是更差呢？或者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会对授权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授权区别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对。那这就是第二个点，关于授权的。然后这里其实已经有点去提出这些概念，我们现在这些用到的公链的这样一个应用或基础设施，其实都是一些公共的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些数据设施来的，基础设施来的。那么，所以这里我就抽象了这样一个概念，其实也是 BSN 这边会经常去推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公共信息化系统了。这公共信息化系统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了，现在其实主流的 Web2 应用，他们的后台系统、他们的数据中心都是由一家实体或者一家公司去控制的，它就称之为这是后台的私有系统。那么公共的信息化系统就是会出现是由多个用户或者是机构在同等权利下去共同管理的这样一套 IT 系统或者应用程序，就像我们现在公链今天看到的，无论是以太坊、比特币、EOS，或者是去中心化的文件，存储 IPF、VIA 这些应用，这应用并不属于某一家公司，也不属于某个用户，它是由很多一些组织或者是个人一起贡献自己的资源跟节点，形成了这样一个网络的。所以其其他的各种应用它都可以去访问，只要拿到用户授权就 OK 了。所以你可以列成这像是一个第三方的公共的这样一个系统或者一套设施。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抽象出来概念，叫做公共信息化系统。那么再来看下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都可以看到了，现在的
公共的信息化系统基本上都是供应链上面的应用。然后我们也会经常会有聊到，像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篇比较热的文章，就提到说，中国是跟 Web3无关的，中国是没有这个 Web3的土壤这样一篇文章。然后在这里的话，我就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说，虽然现在的一个我们刚刚抽象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公共信息化系统，基本上都是这些公链去实现的。然后这公链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有币的，像以太坊会有以太币，像那个 IPFS 会有 Filecoin，全部的这样一个公链网络都是有币的。那么中国自从18年相应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是禁止那个发币，也是禁止相应的这样一个 ICO 等等一些事情的。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是禁止这样一个有币的这样一个链，以及禁止这样一 ICO，Web3真的就跟中国没有关系呢？我认为是不是的？因为刚才我为什么讲了很长的铺垫去铺垫讲 Web3的本质？因为 Web3的本质，它本质是用户实现用户的掌控数据权。我理解并不是一定要有币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能够实现用户掌控数据权的公共信息化系统的。所以这里我就做了一个对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假如是像海外的公链的有币的这样一个区块链公共信息化系统，它的一些特征。首先第一个，当然是可以发币的，这毫无疑问的。然后用户是怎么去拿到这些币的？是需要购买的。其最初是一定是要购买这原生币，无论是你以太坊或者比特币。那么购买方法，你可以用法币，或者是你本来已经有了一些主流币，你可以用主流币去买别的币，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另外一个，在公链领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币只要上了交易所，币交易所都是可以交易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相应的币能够卖掉，无论是卖成法币或者是其他币，这都是 OK 的，并且它也是能够支持用户的这样一个用户之间的币的这样一个流转的。然后还有，我如果有用过公链相应的一个朋友，一定知道它都是能够你调用的一些请求，存储相应的一个数据，都是需要支付 gas 费用的。然后以及支付 gas 费用，其实就是你的区块链网络对应的一个原生的 token 了。然后这里就要讲一个很核心点，就是说为什么公链的这些，因为公链它是一个区块链网络嘛，是有很多的一个机构跟个人去贡献自己资源，去形成这网络了。为什么会有人或者机构去愿意贡献自己资源，成为自己节点呢？因为它是能够获得原生币 token 的。无论是我们在国内就叫挖矿，无论你比特币也好，或以太坊也好，你只要能够做了一些工作跟事情，比如说你记的账，或者是 IPF 里面你做一些存储等等一些别的一些证明，它是能够拿到这些原生币的这样一个奖励。他获得这个奖励之后，那当然他就可以在那个币交易所里面去卖掉，然后就能够得到奖励嘛。正是因为是有利的，所以才会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去成为这样一个网络，然后让这个网络就从激励的角度上是更容易去得到一个让更多人去参与，并且是更容易去推广，这是有币的一个情况。那假如我刚才提到了，那如果我们没有 token 呢？因为中国大家都知道是不能有 token 的。没有 token 的话，假如我们也想去构建这样一个公共的信息化系统，那是可以怎么去做呢？然后这里面标红的就是，假如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公共信息化系统，就必须要去在这两方面会有一个区别。第一个就是我们当然是不能去把那个我们本质上公共信息化系统也是有那个币发币，但是它最核心点就是你这个币是不能卖的。也不可能去说拿到交易所去卖，然后并且，假如用户有这币，你是不能够流转的。比如说我这个账户，我的钱包里面有个账户有了某一个 token，我是不能转给别人的。我唯一这个币能够做的作用，就是只是用来消耗支付 gas 的费用，只能有这个作用，没有别的一个作用了。然后这里面那前面的都能够有理解，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么你要构建这个公共的信息化系统，是需要很多人去参与的。那么既然你都没有币去奖励，那大家怎么会愿意去成为你这样一个网络里面的一个节点呢？其实这里面的一个逻辑就很类似云厂商的生意，因为你如果愿意去成为了这样一个公共信息化系统网络节点，它是能够获得用户去
用法币购买到这些用来支付 gas 费用的这个原生币的一个分成的。因为刚才提到了，你其实就像是一个就像现在的云资源去卖那个云资源，按量也好，或者是按贷款也好，就按你消耗的一个量去卖给用户。用户需要使用这个公共信息网络化，它是需要支付一定费用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存储数据或者发送了一次交易，它都是需要一定的这种交易 gas 费用，所以它需要花钱的。那么承担了这个网络的节点，那它因为它承担了这样一个网络的一个存储或一些服务嘛，所以它是当然会能够获得相应的用户购买了这些gas fee 或者是 token 的这样一个分成，因为它有奖励的，所以它才会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嘛。那这就是这个，假如是做无币的这样一个区块链公共信息化系统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这是这样一个内容。然后接下来就会提到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无币的区块链公共信息化系统，在国内的话有没有一些案例呢？或者有哪个机构在做这件事情呢？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 BSN 这样一个组织跟联盟，就是区块链服务网络。BSN 的话，它就由那个国家信息中心、中移动、银联以及红枣科技去联合，去这样一个构建这样一个网络。它本身是一个使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希望能够构建出这样一个公共的信息化系统，能够让刚才提到的 Web3应用是能够把用户数据存在这样一个公共的信息化系统上面去的。然后这里是那个，因为 BSN 它是一个基础设施嘛，这下面就是一个最底下就是相应的这样一个云服务，就它一个技术架构，然后在上面的话就是一个对应的一个开放联盟链，然后BSN 的基础设施的架构就是可以从这里看到。刚才也提到了，它本质上是一个云服务的生意。那这个云服务生意的话，它并不是说只采用了某一个云厂商，无论是移动或者是腾讯、阿里，它其实聚合了很多的云厂商的资源，然后聚合了很多云厂商资源之上，再构建相应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然后在这数据中心，它本身上就是一个基础设施，然后它目前是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开放联盟链的一个生态的，它不止一条开放联盟链，然后不同的开放联盟链，它会使用不同的这样一个底链技术。像我这里的话，只是列了4个，其实还有更多的。像太阳链，它用的就是 Fiscal Because，这是国内的金链盟发起的这样一个联盟链技术。像中银链就使用的是公链的 EOS 的技术，当然它会做一些合规改造了。然后还有像武汉链的，我这边所在的公司负责的就是武汉链运营，它就会基于刚才提到的以太坊这样一个技术去构建这样一个开放联盟链。然后像文昌链就会基于 Cosmos，是这样的一个有很多很多这种基于不同技术去形成的这样一个区块链网络，作为这样一个公共 IT 基础设施提供给平台或者应用去使用的，这是一个整体一个架构。然后这里也稍微的去快速回顾一下刚才我的这样一个思路吧。对，我一开始是提到了，现在 Web3应用最核心的点，其实就是用户能够掌控自己的数据嘛。然后我就去分析一下，我们怎么样才算是用户掌控自己数据呢？我这里列了就有3个点说，第一个，用户是能够自由访问的，并不是说因为平台，比如说我加了限制，我就访问不了。真正的控制权是在用户的。并且用户还能够选择我想要存储这些数据的地方，我可以存储在这个服务，也可以存储在一些别的服务，这都是 OK 的。然后平台方它只做好它自己服务的逻辑，它接入了相应的用户的不同的存储基础设施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它还能够很自由的去授权任何我想要别的一个平台能够看到或者能够访问到的这样一个数据，它都是可以去授权其他平台去访问的。而不像现在 Web2 平台化，你能够授权的一个决定权并不在你，而是在平台。如果是没有利益冲突的话，它可能能够开放给那个相应的平台；有利益冲突的话，它就不会去开放了。然后就也提到了这里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很核心的 Web2 跟 Web3的授权点，然后在基于这基础之上去抽象出了这本质上这个 Web3的最核心的一块
其就这一个公共的 IT 基础设施。但这样一个公 IT 基础设施化，虽然现在海外做最多的都是有币的区块链去实现这样一个公共基础设施，但其从本质上、从技术上或者是从业务逻辑上，用无币的区块链也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公共基础设施的。然后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一个 BSN 网络了，它目前已经全球已经超过120个节点，就分布在全球的。对，然后这里面最后也跟大家去讲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一些未来的 Web3应用的一些思考。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要实现这样一个公共的 IT 基础设施，除了用有币的区块链，其实无币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我这里并不想表达就是说无币的一定会比有币好，因为有币有了 token 激励，确实能够更加容易激发，就无论是矿工还是整个生态各参与者，去更容易去激发大的积极性，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之前也是非常认可这一点的。但任何东西都是一个有利有弊，像一个双刃剑。我们今年如果有关注币圈的一些事情，也知道有很多暴雷，无论是最初的露娜的币，还是最近的 FTX 的交易所，还是各个大大小小的各种的一个交易所或者一些平台方的暴雷。那么这些为什么产生这么多问题？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点，正是因为它是可以发币的，并且这些币是能够卖钱的。能够换成法币也好，或者是能够作为硬通货去支付也好，就相当于他拥有了这样一个发行货币的权利了。然后人的贪婪性往往很难控制的，所以很有可能最后就会演变成一些不可收拾的局面了。那这就是有币的一个公链或有币区块链的话，往往经常会演变成这样一个结果，是这样一个事情。对，所以我的认为的话，就是以后可能有币的呃区块链的 Web3应用跟无币的区块链 Web3应用也是能够长期去有共存的。然后这个也是那个 BSN 开放联盟链的一个业务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并不是一个概念，它从今年1月份开始到目前的话，已经有很多的一个交易了，无论是注册平台方，还是相应的一个链账户，还是相应的这样一个NFT，在基于这些 BSN 开放联盟链发行的这样一个 NFT 都是有很多的。但现在目前主要的一个应用，其实更多还是数藏的应用，就数字产品嘛。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过，或是甚至领过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现在的一个数据产品，其实同质化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很多都是采用了本质上跟以前的那种能够把它炒高再卖是没什么区别的，所以这个以后一定是不可持续，需要去改变的。所以除了数字产品之外，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应用呢？这个我理解是，其实还有很多应用可以去做的，但这次我就先不把这个去展开了。我后面还会再去分享一些我认为的、我理解的，其实基于这样一个公共的 Web3应用的信息化系统，我们还可以做哪些事情？后面我会再去分享这样一个内容。对，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去讲第二块内容，关于刚才提到的 BSN 跟武汉链的。当然我这里稍微停一下，看一下，因为我这样讲了也快差不多有4分钟了，看一下大家对前面我刚才讲的一些概念或者一些内容有没有一些想要去讨论或交流，都可以的。然后有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聊天窗里面直接去发出来，或者直接去跟我说，我可以开语音或者是聊天都 OK，都没关系。对，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要去交流讨论的。对。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我们等会讲完之后再一起去讨论吧。后面假如有那个想要去聊的、沟通的，无论是直接私聊我，或者是在群里面都是没关系的。对，接下来就快速的去讲一下那个刚才提到的武汉链的一些内容了。现在的话，武汉链的一个主要运营方就是 Neptune Digital，然后它是一家香港的一个总部在香港的公司，是由 Candy Capital 跟 CryptoBall 联合投资的。然后在国内的话，它运营的主要就是武汉链；国外的话就是一个斯巴达网络，这是另外一个基于海外的无币公链的这样一个区块链网络。对，然后刚才也提到，其实在 BSN 上面是有很多的一个开放联盟链的，然后在那个
在那个武汉链的话，它主要的一个特性的话，就是这里面提到的。然后它首先它是基于以太坊技术去构建，并且的话，现在已经能够支持从武汉链 BSN 的 DDC 网络武汉链是能够跨链转到公链的那个主链的以太坊了。然后它使用的是一个 PoE 算法，我这里就快速过了，对。然后现在现在是一个这里列的是武汉链的一个业务数据一个情况，然后活跃链账户有86万了，也上线了差不多有100个应用，然后交易数达到1900万左右。然后这是武汉链的一个整体架构，刚才提到最底层它是基于 BSN 这样一个公共的基础设施去做的，然后上面的话就是基于以太坊的底链技术做了一个合规改造，因为刚才提到了。我们做了无币的区块链是不能把币卖掉，也是不能去转账的，所以它做一个改造，是禁止用户间的 token 互相转账的，所以会有做这样一个改造，然后在上面其实跟呃公链的以太坊的一个接入层是非常类似的，直接调它 RPC 就能够做相应的一个应用了。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就快速再花，我看时间了，再花5到10分钟，快速把这样假如使用武汉链的这样一个整体流程再去过一遍。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讨论。对，首先我们会打开，假如要使用这样一个武汉链的话，我这里直接打开了，会打开这样一个BSN 的官网。这里我可能要太小了，可能打开的。我的网络不好。对，首先我们在这个官网上面，我们就可以进行注册一个 BSN 账户。我这已经注册了，所以我就直接就输入我的账户就好了。我快速讲一下，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大家再坚持一回。然后注册完账户之后，我们可以再看后台，看到这里有一个开放联盟链的，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相应的项目管理跟链账户管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去建一个自己的一个链账户。这链账户名称可以随便改。然后如果是武汉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很多的一个链。如果是建武汉链，就选武汉链。然后这有一个上传公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刚才提到的一个钱包的这一个概念了。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用它自己的在线生成，它会生成一个公钥，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另外一种方式的话，我们就直接使用刚才我们提到的钱包入口，就是 MetaMask。我们可以把 MetaMask 我们应有的这样一个账户地址，然后传到这上面去，也都是 OK 没问题的。后面的一个应用也会大量运用到 MetaMask，所以假如大家想体验，假如之前没有体验过 Web3或没有用过 Web3应用的话，建议大家就可以去下一个这样一个 MetaMask 的这样一个浏览器插件钱包，这是它的一个官网，你 download for 这个 Chrome 浏览器就可以的。但这有一个点就是，很多一些 Web3应用刚才提到都是海外应用，是需要翻墙才能够去访问得到的。这个怎么做这个事情，就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了，对。然后这里假设用 MetaMask 的链账户或者自己生成链账户，就创建了这样一个链账户了。这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创建一个链账户。假如我们用的是武汉链，我们就创建一个武汉链账户，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创建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也是要选择的。然后我们选的是武汉链，我们就写一个名字，然后点创建，就能够创建一个链项目，这是第二步。然后创建完链项目之后，会有一个最核心的点，我们点开看一下，这里会有一个项目 ID 的，然后这个项目 ID 后面是非常有用的。这个项目 ID 我们先记一下，每创建一个项目都有一个项目 ID。然后接下来的话，刚才提到这个公共的这 ID 信息化系统，它并不像海外的有币的公共信息化系统可能能够让你免费使用，因为对于矿工来讲，他已经获得原生 token 的奖励了。但无币的一个公共信息化系统，它是没有币奖励的，所以它要维持这个业务模式或者维持这个下去的话，
它是需要用户去购买一定的这样一个 gas fee 或者是一个费用的，所以就会在那个我的账户里面，稍等一下，在在我的账户里面，这会看到有一个充值人提现的，就我们需要，假如完全是新开账户，我们需要充一定的值，但这个费用为了做公共信息化系统，从 BSN 的初衷，它本身认为这样一个公共信息化系统是带有一定公益性的，所以它需要消耗的那个 gas 能量值对应的一个钱都是非常低的。你充个1块钱甚至1毛钱都是2毛钱、3毛钱都是可以的，它不会限制你一个最低充值额。然后一般情况下，你充个5块钱就能够足够做大概几十次的一个测试了。然后你充完，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充值操作，这个就用我们常见支付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一个最低金额去限制，你充多少钱都是 OK 的。然后充了1块钱，假设你充了1块钱之后，然后再回到刚才的那个开放联盟链这里，然后这里会有一个链账户去分配能量值的，就能够把刚才的我们的那个能量值分配到某一个链账户里面去，因为后面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链账户去消耗这个链账户的能量值去发起交易的，然后并且我们要记得有一个这样一个项目 ID。好了，然后这3步就在 BSN 这块就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假设你已经下好了这 MetaMask，然后接下来就需要配置相应的一个区块链网络了，或者是你这个对应的公共信息网络了。稍等一下，我们打到这个 setting，这有一个 network 的，这个我已经是建好的了，我就直接给大家看建好的一个网络。对，这里有需要设置你这个网络的一些属性，然后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起，你起什么名字都没关系。然后55是要固定的，因为现在武汉链正式环境的 chain ID 就链 ID 是555，然后这个 simple 也是你起什么名字都是 OK 的。然后这个是那个区块浏览器的一个地址，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写这个地址，或者是写 WooScan，或者是写这样一个地址都是 OK 的。然后这个也不是太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 RPC URL 前面这一段零下 BSN gate 到18602到 API 这一段都是固定的，那后面这一段是什么来的？后面就中间这个64到58，然后这后面 RPC 也是固定的，只有这一段是不固定的。那这一段的话，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你相应的链项目管理里面，假如有创建了一个武汉链的链项目，这不是有个项目 ID 吗？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项目 ID 复制到，就替换掉中间这一部分，一定要替换到这一部分，它才能够用你的这样一个链账户跟 RPCL 去访问武汉链网络。设置完之后就点 Save 就 OK 了。然后现在假如你做这个操作，那么这个 MetaMask 就会有一个对应的武汉链的一个网络在这里面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有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呃创建了链账户，创建了链项目也充值了，并且也配置好了 MetaMask 了。那怎么进行一些操作呢？有2个方式，比如说我们要部署智能合约，因为大家也知道，假如是区块链的话，最核心应该就是要智能合约嘛，我们可以部署智能合约、调用智能合约或者是发送智能合约。这里的话有2个方法，如果是用来测试或者是用来检验的话，第一个就直接使用 BSN 的这个在线 IDE，你要选择武汉链，对，选择武汉链，然后它就会进入这样一个在线 IDE。其实这个 ID 是跟公链的以太坊的 remix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做了一些改造，起码把一些内容提示啊都作为改造，所以它那个用法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稍等一下，对，然后就授权，这个网络比较慢，稍等一下。
我先看这个 remix 吧，等会进入到界面，其实跟这个 remix 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我就先以这个 remix 去做一个例子了，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打开。假设我们打开这个 remix 的这样一个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有 contract 合约，我们选一个合约，就选一个简单的存储合约，就只有两个操作，一个是 store 存储数据，一个是获取数据。然后选择完这个合约之后，就可以点相应的一个部署。就 compile 就是编译，先编译合约，然后编译完之后，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正式的部署。这部署这里就是一个最关键一个点了。这里面要选的话，你看有很多的，要选这个 inject provider MetaMask，因为我们等会需要连到那个 MetaMask 刚才我们设置好的武汉链，所以它才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连接。我这边网络不好，我要不只断开算了，我断开再试试。也断开应该会更好，我就用 BSM 来去解释吧。OK，我们就之前假设已经建了一个项目 ID 的话，就能够在这里看到项目名称了。我们直接打开，然后这里会要选一些合约的，我们选个简单的这个合约就好了，就点这个打开这个 store，让我介绍。OK，那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我这里因为我把这个页面调小一点，这就是一个跟刚才一样的合约，都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存储，然后就 drive 合约，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点这里的右边的编译，它就会去把这个合约编译成真正在那个武汉链上面可以执行的这样一个字节码，就是那个以太坊的那个 bytecode 可执行的一个文件。编译完之后就可以去部署了，再点一下这里的一个 deploy，这个 deploy，然后这里面就需要消耗相应的一个 gas fee 了，你就需要选好你刚才已经创建好了一个链账户，我这里选好一个链账户先。这是我的一个链账户，这是我目前还剩下的一个 gas fee 费用，这个费用是足够可以做，还可以做很多次的这样一个交易的。然后这个合约因为我已经部署过了，所以它这又提示已经部署了，就不用再去部署一遍了。假如你改了一个字，或者是改了一个数字，或者加多一点别的逻辑，那你就可以再重新部署。然后假设已经部署完之后，那就可以交互了。那交互这里就是一个交互的内容，比如说我存储一个345，这里就可以看到 MetaMask 它其实已经请求了2笔交易，我刚才点多了，对，它有请求要一个这样一个签名交易，我就 confirm 吧，点一次吧。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它就正在开始把这个交易请求过去，我这里我就拒绝了，我就不点2次了。345，大概等10秒。现在武汉链的话是每10秒出一个区块，所以10秒之后就可以去查看一下现在一个情况，就可以看到是345，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合约的这样一个交互流程，其实跟以太坊上面的那个 EVM 智能合约是一样的，因为武汉链也是用的是 EVM，所以写的那个也是 Solidity 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对，OK，呃，那这个就是一个整体介绍了。所以我非常建议，强烈建议大家就把这个流程也走一遍，无论是建相应的链账户或项目管理，然后把这一个流程走一遍。走一遍之后，可能就能够更加能够体会得到，跟无论是之前有接触过 Web3或者区块链，或者是没有接触过他们的一个区别。因为假设你是在公链的话，大家都知道一定是需要买那个 ETH 那个
那个币的，但那个币的话，那个价格虽然现在已经跌了很多，还是挺高的。所以从你无论是你那个成本来讲，其实就会挺花成本的。但如果是使用这样现在国内的这样一个五币区块链，它成本你要去测试其实非常低的，你1块钱就可以做5、6次或者挺多次的了，这是完全可以把这个过程体验一下。哎，这里面也并没有涉及到什么编程内容，其实就点点点把这个内容输入一遍就 OK 了。然后会后我也会把刚才的这样一个视频以及一些整一个的这样一个逻辑的一个学习文档，我都会发到群上面，所以强烈建议大家也把这个流程去走一遍。然后后面我其实还会刚才也提到，我会想要去有一些 Web 应用想要去做完实现的，所以后面我也希望能够跟更多无论是技术背景还是非技术背景的人的朋友一起去探讨，看有没有可能一起去做一些Web3的在国内的无币的基于无币的区块链的公共基础设施的一些应用。然后这个是下次吧，下次我会下次想跟大家一起讨论内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内容后面可能会跟大家去讨论的，就刚才提到了关于那个 Web2跟 Web3的一个授权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有点像那个封闭跟开放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点，我觉得值得跟大家一起去交流或探讨或者跟思索的。对，行，那今天主要就聊到这，我们看一下那个聊天记录，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先停止录制。